我们将在西安博物院开启一场穿越千年之旅，抵达永宁门古城墙，共同聆听盛世长安。我们到了。哇！Hello， 欢迎你们！哇 Hello。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，我是西安博物院的007号讲解员，我叫李乾兴。哦，眼镜哥哥就是您？是我。哦，你怎么认识？哦，这个。我就他认识。哦，这里被称作13朝古都。对。13朝的发展血脉，其实在我们眼前已经平铺开来了。最左边地面的风京镐京，那就是3000多年前周朝的时候留下的城市遗址。黄色区域就是秦时期的都城咸阳了，它下方就是有名的阿房宫。阿房宫。阿房宫赋。说是阿房宫赋里描述了项羽把这宫殿烧了个片甲不留，但是考古学家可是可以去伪存真的。2003年，考古研究院的相关的专业学者对阿房宫考古发掘完，可以明确一点的是，没有找到大面积的火烧痕迹，找到了阿房宫3堵墙，没有发现南墙，唯一的可能没有修完，这是个烂尾工程。甩锅甩到那个项羽身上了。这个我们在课本当中学到的就是有反差的。那什么原因使得阿房宫烂尾的？专家们也在一直研究。杜牧是唐朝人，他隔了这么长的时间再写的文章，所以这里面值得我们推敲的东西就有点多了。所以这也是我们走进博物馆的意义。今天我们面前的所有的历代文物，它可都是这个时代讲真话的使者。所以我们通过今天的了解，其实你可以了解到一个真真正正准确的朝代历史变迁。接下来呢，会给大家专题介绍这个雄伟的盛世长安。哇，这就是雄伟的唐长安。这个沙盘呢是根据考古发掘报告还有史料文献的记载，缩小1500倍之后做的。有100多万人口都居住在这儿，那怎么能管理好它呢？当时设计师宇文恺其实很有脑筋，东西南北一共是25条街道，把这城市划分成井井有条的100多个坊。你说欧洲不是一格一格的？是，你看咱们也是。咱们看到这个坊就是西安很有名的永兴坊，咱们小雁塔所在的叫安仁坊，大雁塔所在的叫晋昌坊。这么多的坊，到后来还留下了没有？其实904年的一把大火，朱温胁迫唐昭宗把都城迁至洛阳，放火全部都烧掉了。今天保留下来的大小雁塔其实是非常庆幸的，所以他们在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点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。唐朝其实除了这些我们听起来很严肃的事情以外，还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。1000多年前的唐朝人还可以吃上冰激凌、火锅。还可以吃着烧烤、生鱼片。哎呦，在3000年前，咱们本土就有一种美食叫芥酱鱼块，芥酱是芥末，鱼块就是生切的鱼肉片。刺身。其实是跟咱们学的。对，这就是文化互鉴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些被我们给淘汰掉了，但是有一些曾经很崇拜我们的国家，觉得很好很棒，他们就保留了下来。中轴线。这是跟咱们有关系的，咱们现在就在这街上站着。我们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小雁塔在这里啊，我们博物馆在这儿啊。哎呦，正中间哎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历史，感觉很遥远，离我们很远。但是当你真正站到这儿的时候，你仿佛发现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。说不定您在这儿的每一个脚印，跟李白、杜甫、贺知章、王维、孟浩然重合了。哇！大唐长安是一个我们永远回不到，但是也永远忘不了的城市。这件呢，就是我们西安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了——云雷文鼎。陈老师，您先看看云雷文在哪里？下面。下面是云雷纹，下面这个就是勾连云雷纹，上面这个花纹是饕餮，啊，就是传说当中巨能吃的那种怪兽，就我，
他就是饕餮的化身。看看你有几分像从前。但是吧，长时间拿这东西吃饭可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。这是吃饭的器皿。鼎就是炊煮器，用来烹煮肉食，但是它里面有重金属，它是铜、铅、锡3种元素。铜、铅和锡。对，当年平均贵族的寿命就30多岁啊，都没有特别长寿的人，跟他们用这种器物有关。那时候他们不知道什么金属是没毒的吗？后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博物馆的永鱼。之所以能成为镇馆之宝，是因为里面有字，内底部有123个字。你们身高都比较高，你们可以看到，我看不到。我也看不到。哎，没有啊，在最中间。哦，底部。身高没有1.8米的看不到哈，看不到。这个铭文当中详细注解了2900年到3000年前西周中晚期的这个农田方面的一些法律制度，所以它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侧面这是一种长鼻子的动物，象。当年养大象可不是为了好看，它是战争当中很重要的一种骑兵的坐骑。哦，它属于亚洲象。后来随着气温的变化，大象逐渐向南迁徙，现在在内陆已经很少能见到了。所以以前大概到宋代时候吧，这儿已经没有象了。就想他们曾经生活在这儿的场景，有一个词叫想象，想象这个词就与它有关联。想大象。想大象。哦，勾连云纹玉杯，哇，好漂亮这个。秦代玉杯，它是和田玉，是我们中国的国玉，有点火烧云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叫庆色。这边还有乐器，编钟，这边都是镜子。哇，这超级美这个。下面是女丽俑，后面是山花仕女图。这被戏称是400多年前的泡泡玛特。其实它是为了陪伴自己死后的世界。所以他生前拥有了什么样一个部队形制，死后就缩小做了一会。在你们来之前啊，我就听说陈赫老师喜欢喝酒。贺哥，你喜欢喝酒都传到博物馆了。但你别勾我啊！你跟我说就给我喝一口。这么大一壶啊！一罐子26公斤重的西汉美酒。来一口。现在想讨上一杯可不容易，现在是液体国宝，在我们的库房里恒温保存。我们这儿呢还有2件肌肉男。这不你俩吗？这不。真是。这个是隋代的黄釉武士俑，手里其实以前拿着长杆的木质礼器或者兵器，早都已经碳化了，所以就比较搞怪妖娆一些。这儿有我们馆的一个小可爱，网友把它叫略略略。哎呀，好可爱，这也挺可爱的，这是个啥？还真是略略略，吐个舌头是吧？它是以野猪为原型设计出来的一种真木兽，这些全部都是真木兽。真木兽，但是它是什么物种，就是也没有想象出来。它就是结合了像蛇、鸡、狗、狮子好多动物的特征，就找一些动物合在一起震慑别人。后面这件呢，就是我们西安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了，3彩腾空马。这个好漂亮，这个。国内目前像这种4蹄腾空造型的3彩马是极其罕见的，可以说是目前独一无二的一件藏品。很美。看它的发型是头发中分，扎于脑后。为什么这个颜色能保存这么久？因为唐3彩要烧2次。第一次是素烧，然后上一层釉要再烧一遍。这个釉呢，加固有铅的熔点低，烧完了会向下流，所以有流动的这个迹象。它这个流动还挺像那个鬃毛的那个。是的。有学者表示，它还原的可能是汗血宝马出汗的这个状态。对。所以故意在马的脖颈处就多上了一节釉。还真是。世界上没有2件一模一样的唐3彩。这是我们今天看的最后一个部分了，书画。下面这个是辋川图。画的就是蓝田辋川，因为是青绿山水画派绘制，号称是陕西版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。其实时间，不知不觉的已经走到清朝了。咱们刚刚是从周朝开始看的，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在悄悄书写历史。咱们录制讲到的这几件文物，都是最具有13朝历史代表的东西。
因为西安博物院的展览就是围绕古都西安13朝的城市变迁史介绍的。那西安博物院呢，虽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展馆，但是在这一方小天地里容纳的是3000年的文明变迁。历史这个英文单词 history， 它可以分成2个部分 ，hi story， 你好，故事。好了，今天我的故事就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辛苦了，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哥哥。哈哈哈，谢谢，也欢迎你们以后常来长安。好，谢谢。来长安。有一种穿越的感觉。哎呦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，好看好看，在这拍一个照很漂亮的哦，拍照拍照拍照，哎呦，真的 ，come on，co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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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， 来，哎呀，有俊俊就是好，随时随地拍照，随时随地都有照片。3、2、1。哎呦，这个城墙真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哦呦，出阵仗了，出阵仗了。哦，快挺拔起来！哦，好听，哎呦，真棒，太好听了，真棒，谢谢。我们的西安古乐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以打击乐与吹奏乐混合演奏的一种大型乐种，是中国古代音乐乃至世界民间音乐发展中的奇迹，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。古代的交响乐，西安外事古乐团曾到国内20多个省份演出，那么我们也和他们一起合作演绎这首西安人的歌。直接来呀！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，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。你看，这就一看就麦霸就是这样的，去 KTV 也是这哥俩，我跟你说。这样，咱排一下，上前来就一人一句，然后到合唱咱们这一块合，跟那咱们《地球超新鲜》主题曲一样，好不好？行哦，那就来一遍吧。哎呀，来一遍吧。来，从哪儿？从雨宁开始吧。好。有一座城市，它让人难以割舍；有一种怀念，它叫做曾经来过；
一朵旋律，他扯着嗓子唱歌。在它的中心，人们叫它鼓楼钟楼。有人说西安水土让人遍地懒惰。来大把挖坑，我教你啥叫生活。是谁对西安印象留在黄土高坡？来跟我唱这首咱西安人的歌。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，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。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着一座一座，在西安人的心中那是西安人的歌。600年的城墙如今让你随便出没。西安的小吃能够让你变成吃货，在你的脚下曾经埋着王孙显赫。和平门下马陵是最低调的一个。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，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。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着一座一座，在西安人的心中那是西安人